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你听说过飞机子吗？它不是一般的妖怪，在日本的都市传说中，它是平成时代最强的怨灵之一。即使你没有见过它，你一定听过关于它的传闻。飞机子，她生前是个绝世美人，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成绩优异，连老师都对她青眼有加。然而，这样的完美却成了她悲剧的起点。飞机子原名森飞机子，她的美貌和才华让同学们嫉妒到发疯。他们不是暗地里议论，而是联合起来对她拳打脚踢，甚至更过分的是，他们用恶毒的手段毁掉她的脸。他们将她的脸在粗糙的地板上拖行，试图将她变得不再美丽。可以想象她内心的痛苦和绝望积攒到何种地步。最终她死了，死于那些人的恶意和冷漠。她的怨念太过强大，以至于在死后她变成了一个无法超生的怨灵。她的复仇从此开始，在见到她的人没有一个能忘记她的模样。她的嘴巴裂到了耳根，满脸的伤痕让人无法直视，眼珠高高吊起，像随时会掉下来。她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白色和服，身形极高，几乎让人感到压迫。最可怕的是，她出现在雨天，带着冰冷刺骨的水汽，一步步靠近你的时候，那种被怨恨盯上的感觉足以让人全身发软。飞机子专门盯上孩子，不是所有孩子，而是那些心怀恶意欺凌过他人的孩子，那些像当年欺负他的同学一样的孩子。他不会问你为什么，他不会给你机会解释。一旦你被盯上，你就逃不掉了。他会抓住你的脚，将你拖行，直到你变成一团毫无生气的肉块。但我告诉你们，这并不是最可怕的部分。最可怕的是，飞机子对自己被毁容的模样异常敏感。如果你冒犯了他，或者在他面前表现出一丝对他外貌的厌恶，他会问你一句话：我的脸丑吗？如果你遇到他，记住，别回答，永远不要回答。今天我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飞机子的两个真实传说，两个目击者的故事，一段不寒而栗的经历。现在请戴上耳机，关掉灯，让我们走进飞机子的世界。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静香的孩子身上。那一天，雨下得很大，灰蒙蒙的天空压得很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美味。放学铃声响起时，静香犹豫着没有第一时间离开教室。她知道，等待她的不是温暖的家，而是又一次屈辱。喂，静香，你想磨蹭到什么时候？真介的声音从教室门口传来，懒散中带着一丝恶意。静香握紧了书包，她想跑，但脚却像被钉在地板上，根本动不了。快点，别让我等太久。真介走近，粗暴的一把拽住静香的衣领，把她拖出教室。从学校到公园的那段路，静香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她早已数不清多少次被真介逼着走这条路，雨天也不例外。每次到公园，真介都会找各种理由捉弄她，不是把她的东西丢进水坑，就是把她按倒在泥地里。而这一次，静香似乎能感受到真介的恶意比往常更浓。你这副怂样真让人恶心。真介冷笑着，用力推了她一把。静香跌倒在地，泥水溅在她的校服上，四周空无一人，雨声覆盖了一切，就连真介冷笑的声音也显得模糊而遥远。然而这一次，真介忽然停住了，她的笑容僵在脸上，眼神呆滞，直直地盯向公园入口的方向。喂，静香想问他怎么了，但话卡在喉咙里，发不出声音。顺着真介的目光，静香缓缓转头看向公园入口，那里有一个高挑的女人站着，她的身影在雨雾中若隐若现，白色的和服湿透贴在身上，像一张被风雨撕碎的纸。她低垂着头，凌乱的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雨水顺着发梢一滴滴往下落。静香盯着她，
心脏狂跳不止，一种本能的恐惧让他想立刻逃跑，但身体却僵硬的无法动弹。女人缓缓抬起头，那一瞬间，静香的瞳孔骤然放大，女人的脸满是深深的疤痕，像被硬生生撕裂又随意缝合的布瓦了。最可怕的是，她的嘴巴裂到了耳根，眼珠高高吊起，微微颤抖着，仿佛随时都会从眼眶中滚落出来。而真界的嘴巴微张，但发出的声音像被雨声吞没了一样，听不真切。女人抬起一只手，缓缓向他们的方向走来，每一步都很慢，却仿佛在时间里拉长了无限的恐惧。雨水溅起的声音在这一刻变得刺耳，而空气也随之冰冷下来，像一只无形的手抓住了静香的喉咙。我的脸丑吗？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那声音似乎不属于人类，像是从地底深处传来的寒意。女人的眼睛死死盯着真界，嘴角裂开的弧度越发夸张，露出锋利的牙齿。真界的嘴唇颤抖着，话语卡在喉咙里，她想回答，却根本发不出声音。女人又向前一步，雨水顺着她破旧的和服往下滴落，地面上隐隐出现了一抹鲜红的颜色。她的手缓缓伸出，朝着真界的脚踝抓去。不要碰我！真界终于尖叫出声，试图后退，但她的双腿已经瘫软，根本无法支撑身体。她跌坐在地上，疯狂地挥舞着双手，试图推开靠近的女人。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女人的手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她的脚踝。咔，伴随着一声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真界的身体被硬生生拖行在地上。泥水飞溅，雨声中传来她的惨叫声，但她的声音很快被女人诡异的笑声掩盖了。静香全程目睹了一切，但她的身体却像被钉死在地上，连动一下手指都做不到。她只能看着那个女人拖着真界消失在雨幕中，耳边回荡的只有那刺耳的笑声。当雨渐渐停下来的时候，静香才回过神，她的全身湿透了，手脚冰凉，头脑一片空白。公园里一片死寂，只有泥泞的地面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那是女人拖着真界时留下的痕迹。真界不见了。接下来的几天，静香没有去上学，她总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回想起那个雨夜，恐惧、愧疚、不安，种种情绪在她的内心翻涌。但同时，她也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轻松。真界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欺负她了。几天后，静香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日记本，写下了自己的感受。那天的雨夜，我应该害怕，我应该痛恨，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被抓走的时候，我的内心竟然有一丝释然。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轻松了，甚至感到了一种隐秘的满足。静香停下笔，抬起头，窗外又下起了雨，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复杂的表情。随后，她在日记的最后写下了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有时候我会想，那天的雨夜，我是不是在心底希望有人来带走真界？如果是的话，那我和飞机子又有什么区别？第二个故事，放学后的校园安静得令人不安，天空逐渐暗了下来，灰色的云压得低低的，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荷叶、志田、牧人和孝泽站在操场上踢着足球，他们几乎每天都这样玩到天黑才各自回家。他们是班上最好的朋友，但这种友情背后似乎有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志田是四人中最强势的那个，荷叶和牧人总是隐隐地顺着他的意思，而孝泽则是最容易被他指使的人。每当踢球时，志田总会强迫孝泽去捡球，即便球掉进了水沟或灌木丛，孝泽也从不反抗，只是默默地低头照做。那天傍晚，雾气越来越浓，雨也开始飘落。四人结束了踢球，依次离开校园。志田的家离学校最远，他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雨渐渐变大，打湿了他的校服，冷风透过湿衣服直往骨子里钻。他快步向前走，试图尽快穿过那座大桥。桥下的河流因为雨水变得湍急，水流声轰鸣，
带着一股隐隐的压迫感。突然，志田的余光扫到了桥下，一个白色的东西正在石阶上蠕动。他停住脚步，皱了皱眉，雨水顺着他的刘海滴落在地。那是什么？他自言自语，眯起眼睛盯着桥下的白色身影。那东西似乎是一位趴在地上的女子，长发散乱，身穿一件破旧的白色和服。她的动作非常快，手脚并用地在湿滑的石阶上移动，像一只没有骨头的动物。志田忍不住探出头，想看得更清楚。就在那一瞬间，女人的头猛地一抬，湿漉漉的长发被水到一边，露出了她的脸。那是一张扭曲而可怖的脸，嘴巴裂到了耳根，眼珠高高吊起，像死鱼一般没有焦点。更让志田头皮发麻的是，他的手里托着一个小孩。那孩子还活着，但脸色苍白，身体无力地垂下，眼睛直直地盯着志田。砰！志田的书包掉在地上，他猛地向后退了一步。那个女人的嘴角缓缓裂开，一个令人作呕的笑容挂在他脸上。志田再也不敢停留，转身拼命地跑回家。耳边是狂风暴雨，他的脚步声几乎掩盖了远处传来的笑声。第二天，志田来学校时脸色苍白，整个人心不在焉。荷叶和牧人注意到他的异样，问他发生了什么。志田起初不愿开口，但在3人的追问下，他最终将昨晚的经历告诉了他们。我发誓，我真的看到了。志田的声音有些发抖。那个女人，她长得太可怕了，她手里托着的孩子还活着。荷叶和牧人对视一眼，不禁笑了出来。你该不会是在做噩梦吧？孝泽低着头没说话，只是悄悄捏紧了衣角。那天放学，天又下起了雨，4人没有离开学校，而是留在教室里玩扑克牌。雨声敲打着窗户，教室里充满了他们的笑声和争吵声。突然，志田的脸色再次变得苍白，他的眼睛死死盯着窗外，像见了鬼一样。喂，你怎么了？荷叶推了推他。他在外面。志田的声音细如蚊呐，指着校门的方向。其他3人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果然在校门口站着一个高挑的白色身影。他低垂着头，头发遮住了脸，雨水从他的肩膀上滴落，浸湿了脚下的地面。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像是某种被遗忘的雕塑。突然，他缓缓抬起头，裂开的嘴角露出一丝扭曲的微笑，眼珠直直盯着教室窗户。下一秒，他发出了一声尖叫，那声音刺耳怪异，不像人类发出的声音。然后他开始跑动，更准确地说，他是用一种诡异的横跑姿态，身体侧着，双腿以极快的速度在地上蹬动，朝教学楼冲来。快跑！志田大喊。4人立刻丢下扑克牌，冲出教室。他们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但女人的跑步声更快，像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追逐猎物。4人分散逃窜，荷叶冲进了理科教室，牧人躲进了储物间，志田钻进了一间废弃的教室，而孝则拼命跑下楼，从另一侧楼梯逃出了校园。躲在理科教室的荷叶屏住呼吸，双手死死捂住嘴巴，生怕发出一点声音。他能听到外面的脚步声，那女人似乎正在楼道里来回走动，时不时发出低沉的笑声。时间被无限拉长，每一秒都像是永恒。冷汗从他的额头滑下，他几乎不敢动弹。第二天清晨，雨终于停了。荷叶从理科教室探出头，小心翼翼地走进走廊。他发现牧人也从厨间走了出来，两人都劫后余生般的松了一口气。萧泽应该已经跑回家了，牧人低声说道。但志田呢？你看到他了吗？荷叶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走廊寻找志田，最终在教学楼深处的地板上发现了一道长长的拖痕，拖痕尽头是一抹干涸的血迹。荷叶的声音颤抖起来，我昨天看到他抓住了志田的脚，把他拖走了，像拖一个布偶一样。牧人的脸色惨白，双手开始发抖。几天后，孝泽在网上发帖向大家求助，
志田不见了。那天晚上是他被抓走了，但说实话，志田并不算一个好人，他总是欺负我们，强迫我们做他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报应到了，但为什么我每天晚上都会梦见他喊救命呢？夜晚的雨声再次响起，你是否也能感觉到一个高挑的白色身影正站在不远处盯着你的一举一动？飞机子这个名为平城最强妖怪的怨灵既可怕又可怜，它的存在是一种复仇的象征，是被欺凌者最极端的呐喊，但它的怨念也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无辜的人卷入其中。你会同情他吗？又或者你会害怕他？试想一下，他那双高高吊起的眼珠，看似没有焦点，但却像能刺穿人心般的目光，直直盯着你。他嘴角裂到耳根的微笑，是怨恨的标志，又是一种对自己过往的绝望。他讨厌孩子，但他真正恨的，可能是他自己，那个曾经太完美的自己，那个被嫉妒和恶意毁掉的自己。他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他会追逐你，折磨你，更在于他让你意识到，你是不是也和那些欺负过他的人一样，曾经对别人做过无法弥补的伤害。飞机子的复仇是冷酷的，却也无情地揭开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然而，即使是最可怕的妖怪，也并非没有办法对付。飞机子的弱点与他的痛苦息息相关，知道这一点，或许你可以透过他的魔爪。方法一，拿镜子照他。飞机子最无法接受的是他毁容后的模样，他的脸曾经是他的骄傲，而现在却成了他痛苦的象征。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当他逼近时，将镜子对准他，传说他会被自己的样子吓到，不得不离开。但要记住，镜子必须对准他的脸，而这意味着你必须直视他。你敢吗？方法二，大声喊出我要拉你哥。还有一种方法听起来很简单，但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当他靠近你时，迎着他的目光，大声喊出我要拉你哥。这句话的力量源于他的心理阴影，他曾经被同学拖行在地上的恐惧深深刻在他的灵魂中。听到这句话，会让他立刻想起那些痛苦的记忆，他会因恐惧而退缩，甚至逃走。但这也有一个风险，如果你的声音不够坚定，不够大，他可能会认为你在嘲笑他，而这会激怒他。你愿意冒这个险吗？飞机子不仅仅是一个妖怪的传说，更是一个关于人性和社会的警示。他的故事将欺凌者与受害者的双重悲剧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往往认为被欺凌者是无辜的，但是否也曾反思，受害者在忍受痛苦时，是否也在暗中希望报复？而这种怨恨又会不会让受害者成为下一轮的加害者？飞机子的复仇让人不寒而栗，但它的存在也让我们无法忽视霸凌带来的深远伤害。一个被摧毁的灵魂，即使死后也无法得到安宁。而那些参与伤害的人，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恶意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现在请你想象，如果你在一个下雨的夜晚，独自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突然看到一个白衣女人站在路的尽头，她缓缓地抬起头，用空洞的目光盯着你，你会怎么办？你能回忆起自己有没有在某个时刻对别人做过哪怕是无心的伤害？你的心底是否藏着某种不愿面对的愧疚？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飞机子，你该如何应对？是拿起镜子，还是喊出我要拉你哥？又或者你只是默默低头，祈祷他不会对你感兴趣？雨月从未停止，在你听到这里的时候，窗外的雨声是否也开始显得有些不同？它像是脚步声，又像是有人在低语。也许这只是你的错觉，但如果真的有一个高挑的身影站在你家门外呢？飞机子的故事还在流传，他的怨念从未消散。如果你曾经是一个霸凌者，或者你曾对别人心怀恶意，那么下一个下雨的夜晚，请小心，他可能就在附近。飞机子的传说还没有结束，如果你曾经被欺负过，或许你不用害怕，
因为飞机子会将你视为同类，他的怨念不是针对你，至少不是针对和他有着相同痛苦的人。但如果你曾经欺负过别人，或者你心中曾对某个人存有恶意，那你就要小心了，特别是在雨天的夜啊，因为飞机子喜欢雨，他会从雨水中现身，在模糊的街道尽头，在空旷的操场，在人迹罕至的桥下，他会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你。等你注意到他的存在，窗外的雨点突然砸得更急了，外面仿佛传来远处的风声，又像是某种诡异的笑声从黑暗中渗透而来。你听见了吗？那种声音像是湿鞋踩在水里的声音，一步一步越来越近。你想跑，但你的脚步声反而盖住了他的声音。等你终于停下来，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你身后了。或许今晚你会安然无恙，但如果你听到身后传了湿鞋踩在水中的声音，记住，不要回头，天黑了。雨滴不停地敲打着水洼，发出刺耳的回响。一个男孩独自走在巷子里，书包挂在肩膀上，鞋底踩在积水中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他低着头，脚步匆匆，似乎想赶紧离开这个让人不安的地方。周围没有人，只有雨声和风声萦绕在耳边。突然他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啪嗒，不像是他的脚步声，更奇怪的是，那声音来自他身后。男孩愣了一下，脚步下一时停了下来。啪嗒啪嗒，那声音又响了2声，比之前更近了一些。男孩的心脏开始狂跳，手不由自主地抓紧了书包带。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告诉自己不要回头，可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像有一双眼睛正从后面死死盯着他。啪嗒，声音这次几乎贴在他耳边，他的脖子像被冰冷的手攥住，动弹不得。但最终他忍不住慢慢地转过头。雨水模糊了视线，但在昏暗的路灯下，他看到了一个身影，一个高挑的女人站在几米远的地方，白色的和服紧贴在她湿透的身体上，黑色的长发凌乱地贴在脸上，遮住了大半张面孔，但那双高高吊起的眼珠却在雨中显得格外清晰。她嘴角慢慢咧开，露出了略到耳根的微笑。我的脸丑吗？女人用沙哑的不似人声的嗓音问道。男孩的身体僵住了，他想跑，但腿却完全不听使唤。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女人缓缓抬起手，朝他的方向伸了过来。雨声回荡在空旷的黑暗中，留下未解的悬念。飞机子的传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个人的内心。如果你曾经欺负过别人，是否会担心自己的过去某一天找上门来？而如果你是一个被欺负过的人，你是否也会像静香那样，在某个瞬间希望有人替你复仇？飞机子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雨还在下，而他可能正站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你真的没有听到湿鞋踩在水中的声音吗？